家好，我是苏晴。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总喜欢到处旅行，听不同人的故事。我慢慢发现，在这些看似无关的人生里，星座，尤其是像天蝎座这样强烈的星座，真的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串起了他们相似的命运和情感模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条线里最神秘也最神圣的那一根。天蝎座，它不仅仅是一个星座，它是一股力量，一种只能被感受却很难被言说的能量。它是一个能感受更多、看见更多，但说的比任何人都少的灵魂。今天我们将一起揭开21个为什么许多人相信天蝎座是神选之人的理由。这些理由不是那些可以被后天教导、花钱购买或是轻易复制的性格特质，不，它们是与生俱来的，是深植于灵魂的神圣印记。其中有些理由会让你感到惊讶，有些甚至会动摇你过去的认知，但是其中第3个理由将会让你哑口无言。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神选之人，这也太中二了吧？但请先收起你的怀疑，因为这股力量可能就潜藏在你或是你身边某个安静的朋友身上。这股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们总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感觉？答案是因为天蝎座，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设计，他们被赋予了神秘感作为盔甲，以及一种不容妥协的真实性作为他们的武器。他们不追随潮流，只追随内心的真理。他们不屑于扮演别人眼中期待的角色，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宣言：我是黑暗与光明的结合体，是静默与雷霆的共存，是深水与烈火的矛盾统一。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肤浅世界的无声反抗。要理解这份神圣的设计，我们必须先潜入他们极其复杂的内在作业系统。这就像拿到一部来自未来的超级电脑一样，你得先了解它的 CPU 是怎么运作的。首先是他们的神圣洞察力。天蝎的智慧从来不只是聪明，而是一种结合了战略与直觉的上帝视角。他们好像天生就带着一副 X 光眼睛，能够轻易看穿别人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刻意堆砌的伪装。当所有人都被表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时，只有天蝎座能冷静地指出，等一下，这里不对劲。这就引出了他们的第2个内在设定：神圣的直觉。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一种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罗盘。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天蝎朋友？在一个看似平常的聚会上，大家都对一个新来的魅力四射的人赞不绝口，但他却莫名的只是礼貌的笑笑，然后下意识的拉开了距离。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结果几个月后，那个人的真面目暴露，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天蝎的直觉，它是一个内建的警报系统，总能在灾难发生前引导他们避开那个不对劲的人，那件有问题的事。为了维护这套精密的系统，天蝎座需要一个特殊的仪式——独处。对他们来说，独处不是孤僻，不是社交恐惧，它是一场神圣的灵魂探索。想象一下，在结束了一整天外界的喧嚣之后，他回到家，关掉手机，隔绝所有讯息。不是那种百无聊赖的躺平，而可能只是为自己冲一杯咖啡，在微弱的灯光下看着蒸汽缭绕。在那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他们像一个深海潜水员，一次又一次潜入自己灵魂最深的海底，去打捞那些被日常喧嚣所掩盖的珍珠和宝藏。这种深度的工作，这种直面内心黑暗与光明的勇气，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你可能会觉得，如此深沉的星座一定活得很累吧？
总是想太多吧？恰恰相反，这就是他们第4个，也是最让人意外的设定：全然的活在当下。作为水象星座，他们不像巨蟹或双鱼那样，常常漂浮在对过去的回忆或对未来的幻想里。天蝎是深深扎根于现在的。当大家在饭局上焦虑地讨论着下个月的业绩、明年的房价时，你可能会发现那个天蝎座的朋友正全神专注地品尝着眼前那道菜的味道，感受着那杯酒的温度。他们用全部的感官去拥抱此时此刻，这份神赐的专注力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真实地活着。好，一个拥有上帝视角、内建警报，还需要定期潜入灵魂深海进行维护的人，一个内心世界如此丰富、如此强大、边界感到近乎冷酷的人，到底会怎么去爱？这可能是关于天蝎座最迷人也最致命的问题。在爱面前，天蝎座的防御机制会提升到最高级别。他们的心是一座圣殿，而不是谁都可以进来逛逛的游乐场。你一定感受过或者听说过天蝎座那种瞬间变冷的态度，前一秒还详山甚欢，后一秒就突然变得沉默疏离。那不是他们情绪不稳定，那是他们神圣的屏障启动了。他们的灵魂雷达在那一刻侦测到了不真诚、试探或者一丝丝的轻浮。这个屏障就是用来过滤掉那些不值得进入圣殿的人，而对于那些有幸被允许进入的人，他们会见识到天蝎座另一种神圣的力量——欲望。请注意，这里说的欲望远不只是肉体。对天蝎座来说，亲密关系是一场灵魂的交融与转化。他们的性不是软弱，而是力量；不是随便，而是神圣的火焰，旨在烧掉彼此的伪装，直达灵魂的核心。这是一种极致的信任和奉献，所以他们绝不会轻易启动。说到这里，我想问问正在看视频的你，你是否也曾感受过天蝎座那种神圣的选择性？无论你是天蝎座本人亲手筑起过那道墙，还是你曾经试图走进那座圣殿却被挡在门外，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吧，我想听听。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最大的悬念，我们说的会让你哑口无言的第3个理由，它就是如果你成功通过了所有考验，真正赢得了天蝎座的心，你将会获得一份神圣级别的关爱与呵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善于洞察人性的侦探将会把他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来保护你。他会像一位神圣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用最柔软的刷子拂去你灵魂上的尘埃，把你过去所有的伤痕，那些你羞于启齿的脆弱，都当作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去细细研究，然后温柔地呵护。他能看到全世界都看不到的你的好，也能拥抱连你自己都无法接纳的你的坏。你会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绝对的安全感。他们的爱能治愈你，能让你重生。这份爱是天蝎座忠诚信仰的体现。他们的忠诚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不出轨，那太浅了。天蝎的忠诚是灵魂层面的不离不弃，是在你人生最狂风暴雨的时候，所有人都离你而去，只有他还撑着伞，坚定地站在你身边。这就是他们的神圣承诺。但是这份天堂般的爱有一个绝对的不容任何商量的条件，那就是你绝对不能背叛。如果你背叛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的动摇还是肉体上的不忠，那扇为你敞开的圣殿大门会在你转身的那一刻轰然关闭，而且它会永远锁上，没有第2次机会，没有解释的余地，没有所谓的冷静一下。不是残酷，这是神圣的公正。因为对于把忠诚视为信仰的天蝎座来说，背叛就是唯一的死罪。那扇心门关闭的声音，将是你此生听过最沉重、最决绝的回响。
从此以后，你在他眼里就只是一个透明的陌生人。你失去的不是一段感情，不是一个恋人，而是一个曾经为你点燃过整个天堂的奇迹。聊完了天蝎座自己虐心又迷人的爱情观，我们来聊点轻松的，看看宇宙的剧本里谁是他们的最佳配角。当天蝎遇上天蝎，那会是怎样一番光景？答案是绝对的磁性和绝对的危险。两个神选之人相遇，那种灵魂上的认同感和吸引力是爆炸性的，无人能及。他们能瞬间看懂对方所有的伪装，理解对方所有的沉默。但这也是一场终极的考验，因为双方都像带着侧航仪在恋爱，都极度需要绝对的忠诚。这是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灵魂博弈，一丝丝的背叛痕迹都可能导致毁灭性的结局。那么，谁能平衡天蝎这股强大的能量呢？很多人会提到处女座。当天蝎遇上处女座，那是一种神圣的对齐。天蝎的激情、神秘和深度，恰好被处女座的秩序、逻辑和务实所平衡。处女座的细心和分析能力，能给予天蝎混乱内心极大的安定感，而天蝎的深刻情感，又能带领处女座体验到超越日常琐碎的灵魂连结。他们的结合常常感觉像是命中注定，就像宇宙在温柔地提醒他们，有些相遇早就被写在了星辰的剧本里。所以你看，无论是和自己对抗、和恋人相爱，还是和世界相处，天蝎座的生命似乎都围绕着一个不变的核心，那就是他们所有特质的基石，也是神赐予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坚实。在天蝎座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他们是终极的战士。他们的一生注定要像凤凰一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与重生。无论是事业上的失败，还是情感上的冲创，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就此沉沦时，天蝎座总有办法在最深的灰烬中重新燃起火焰，然后以一个更强大、更智慧的姿态破茧重生。他们不畏惧转变，因为他们就是为此而生。这份不屈的意志和他们守护灵魂的本能，也决定了他们的神圣使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天蝎座天生就适合成为侦探、心理学家、治疗师、外科医生。这些职业都需要极致的专注、洞察力，以及直面人性最深处黑暗的勇气。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去揭开那些被隐藏的秘密，疗愈那些别人不敢触碰的创伤。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位天蝎座，请珍惜他，因为你身边的可能是一位潜在的神选之人。如果你也从天蝎座身上看到了自己或某个人的影子，请按个赞让我知道。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灵魂探索之旅。而且你知道的，这类比较深入的内容，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所以先按下订阅和保存，我们才能在灵魂的旷野里再次相遇。